大家好，我是邱平，我现在在江西南昌，我回老家休息了几天，现在又重新出发了。这2年呢，我在北方看了好几座西汉时期的崖壁墓，那个地宫建造的是非常庞大，感觉就像是山体被掏空了一样，里面的陪葬品也很丰富。不过有点可惜的就是好几座被盗了。那今天我们来南昌也是看一座西汉时期的古墓，它不是崖壁墓啊，是我们在陕西见到的那种封土堆形式。就是在平地起坟。那这座墓当时发掘的时候，震惊了全世界啊！因为里面出土了很多文物，可以说是国宝级的。你像出土了《论语》，还有呢孔子画像，里面呢还有很多金银财宝。你像它出土的黄金，是我们现在发掘那些古墓出土黄金数量最多的。那个钱币就更不用讲了，堆积成山，是按吨计算的。从这些就可以看出这座墓非常豪华，墓主人身份肯定是不一般的。他就是汉武帝的孙子，南昌海昏侯。我们来看一看导览图，它这一块呢，现在是一个遗址公园，有博物馆，还有墓葬区。博物馆呢就在这一块，出土的文物啊，很多都是在这个里面展示，而墓葬区呢就是在这一块。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城墙图。那么以前呢，就是那个封国所在地，我们说的可能就是南昌市，在这一块，就是叫做紫禁城遗址。这个是游客中心，挺气派的。今天来游玩的人还是有一些呀。在这个建筑上面也是有很多西汉时期的雕塑啊。因为毕竟这个是西汉时期的古墓，然后有很多西汉时期的文化嘛，每个地点都是这样的。你看上面这一块雕刻的是拜见的场景，或者是迎接的场景。现在我们坐观光车来到了博物馆，先去参观博物馆，了解一下海昏侯这一个人。这里的门票呢是60块钱。观光车15，总共加起来是75块钱。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博物馆了，里面介绍了这些南昌海昏侯的故事，以及也展示了出土了哪一些文物。看看这个，大家是不是感觉有点熟悉？这也像是西汉时期宫廷用品啊，特别是我们在中山靖王看到那个长信宫灯，就跟它有点类似啊。所以我们来到这些有点历史的地方，它就会展示那个相应时期的一些文化、一些物品。刚刚那个在这座古墓葬里面，应该是出土了类似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就是说在西汉时期，这里呢是一个封国，因为汉代它是郡县制和封国制并行。刘邦的话称帝之后，他吸取了那个秦王朝的教训，他认为在当时秦始皇呢没有分封他的儿子或者是他们家族的人去全国各个地方，所以导致呢秦末起义呢没有人去进行处理，没有守护天下。而刘邦呢就吸取了这个，一边是采取郡县制，然后在全国很多重要的地方都分封了他的那个子孙。后面历朝历代基本上都采取这种方式在汉代早期，这些封国是有很大的实力的，他们基本上在那个地方说了算，并且还有兵力。这种封国呢，说的好听一点是能够守卫他刘家的天下，但其实呢也大大的威胁了中央的集权。特别是到了汉景帝的时候，他想削藩，就弄出了一个七王之乱，威胁了那个中央朝廷。后面是平叛成功了，他就继续打击这些诸侯王。后面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推恩令，基本上把这些封国就诸侯王的威胁算是解除了。不过呢，他这种继续封王封国制度还是有的，基本上历朝历代都会有。你像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后，他会分很多王，分到全国各个地方，其实也算是拱卫天下吧。就是说，一旦中央有问题，那就下面的诸侯王呢可以进行我们说的清君侧。现在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这个海昏侯墓的故事。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墓园所在地，它是位于江西南昌新建区的一个关西村。在2011年3月份，
这个村里的一位村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村落附近呢遇到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因为当时也算是天黑了嘛，他感觉有点不对劲，但是也说不上来。后面呢晚上村里面呢有狗在叫，第二天呢他就和村里的一些人来到这个山头这里观察，因为他们村里世代相传这里呢有大墓，当时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发现有一个深不见底的盗洞，于是呢就向文物部门举报，那文物部门呢就立即来这个地方考古调查，发现呢是一座规模宏大的西汉时期的墓葬。当时他们发现盗洞，以为呢里面呢肯定是被破坏了，于是呢就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后面最终呢经过考证，发现呢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墓葬，里面呢也出土了非常多的文物啊。现在来到了博物馆的里面，一走进来发现这里有一个雕塑，这应该就是墓主人的，他叫做刘贺，是汉武帝的亲孙子。我们来介绍一下刘贺这个人，他是公元前92年出生，去世于公元前59年，年纪也不大，也算是英年早逝。他呢又称为汉废帝，出生于今天山东菏泽的巨野县，是汉武帝的孙子，第一代昌邑王的儿子，也就是说他算是第二代昌邑王，也是西汉的诸侯王，当时就分封在山东菏泽那一块。西汉第9位皇帝，也是西汉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大概只有27天。他非常传奇啊，可以这样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人物，当过诸侯王，当过皇帝，当过庶民，当过列侯，在中国历史上好像只有他一位。在汉武帝晚年的时候，由于霍去病、卫青的去世，太子刘据的地位是有点不稳固的。当时汉武帝经常说他的儿子太子不像他，这就导致汉武帝他下面的几个儿子对太子这个位置呢都有点野心，都想争夺这个太子。那么每个诸侯王旁边呢都有其他的势力，你像比较有名的那个将军李广利，就是昌邑王的舅舅，他当然想他的外甥做太子，后面做皇帝。这样的话就导致反太子派和亲太子派的斗争日益白热化，终于到了公元前91年发生了一个巫蛊之祸，导致呢刘据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自杀，卫氏家族呢被诛灭。到了第2年，汉武帝得知当时镇压刘据的丞相还有那个李广利想立李夫人的儿子昌邑王为储君，汉武帝呢就把他们都杀了，清洗了反太子派。那这个时候汉武帝更要考虑他的皇位传承。汉武帝总共是6个儿子，刘据去世了，昌邑王没希望了，包括他其他几个儿子呢都没有能力，那只剩下最小的一个儿子刘弗陵。到了公元前87年，汉武帝去世之前，正式下诏册立刘弗陵为皇太子，并且呢命霍光、金密迪、商弘羊等人作为辅政大臣。霍光呢排名第1。到了公元前87年2月24日，刘彻驾崩，下葬于茂陵，刘弗陵继位，是为汉昭帝。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蜡像，就是汉武帝托孤的场景，坐在床上的是汉武帝，小孩是刘弗陵，然后呢中间这个是霍光，最左边是那个匈奴王子金密迪。尽管说汉武帝是立了4个辅政大臣，但是很快经过一系列的手段斗争，霍光呢就掌握了全部的权力，成为一个大权臣。到了公元前86年，这个刘贺呢就继承了他父亲昌邑王的位置，他成为第2位昌邑王。当时刘贺大概是6岁7岁这个样子，按照西汉时期的那个制度，或者是按照那种环境来讲，刘贺呢基本上就会在他的封国生活到死，基本上每天呢就是吃喝玩乐，最后呢就安葬在山东那一块。在山东那边呢，现在还有一个当时修建好的崖壁墓，就是为了刘贺准备的。因为在汉朝有这样的规定嘛，皇帝登基开始就开始修建陵墓，那诸侯王
继承的位置也是开始修建陵墓，在山东那一块的诸侯王基本上都是崖壁墓。当时刘贺在封国还是比较潇洒的，结果万万没有想到，到了公元前74年，汉昭帝刘弗陵他突然去世，并且呢没有留下子嗣，那霍光又得重新选人做皇帝，选择来选择去，他就选择了毫无根基的刘贺。当时刘贺也没有想到啊，这样的话，在公元前74年4月份，刘贺登基成为汉朝的第9位皇帝。当时刘贺登上皇位之后，他觉得他就是一个皇帝，他想要做事情，想要彻底掌握皇权。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不愿意充当权臣霍光的傀儡。说的通俗一点，他就想把霍光的权力收回来，甚至说要除掉霍光。那这个对于一个毫无根基的人来讲，肯定是不可能实现的。最终呢，被霍光提前知道了。于是呢，霍光就以这个刘贺做了1127件荒唐事来说，就把仅仅在位27天的刘贺废掉了。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呀，刘贺的政治能力其实不是太强的。你一个毫无根基的人，人家把你扶持成为皇帝，你起码要感谢他。你就想夺回权，那也得慢慢的来，除非你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你只能等这个权臣老死或者病死才行。后面他的继位者汉宣帝刘询就采取了这个方法。霍光的理由是有1127件荒唐事，真的有这么多吗？其实肯定是没有的，他只是单纯的为了找一个借口而把刘贺废掉了。那其实当时霍光能够把刘贺废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刘贺登基称帝的时候，只是举行了登基仪式，并没有去朝拜汉朝的那些宗庙，就相当于还没有告诉汉朝的这些祖宗，这个江山后继有人，又重新换了一位皇帝。这可能也就是霍光留下的一个手段，看看刘贺有没有能力做皇帝，如果可以的话，才会去让他祭祀宗庙。如果祭祀了宗庙，霍光要废掉这个皇帝，那就借口不一样，或者是说有稍微一点难度了。刘贺被废的时候，那些从昌邑王国跟随他来长安的人也全部被杀，差不多是200多个人。那刘贺呢，又重新把他放到昌邑国去居住，当然了，是被软禁了。同时呢，昌邑王国被废除，这样的话，差不多他就被软禁了10来年的时间。后面霍光又选择了另外一个人，就是太子刘据的孙子刘询继承皇位，被称之为汉宣帝。到了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汉宣帝呢彻底掌握了权力，并且把霍光全家都杀完了。到了公元前63年，汉宣帝可能想起了刘贺，他觉得这个人毕竟当过皇帝，他被废也不是他自己的原因，还是霍光的原因。于是呢，他就把刘贺封为海昏侯，迁移到江西南昌这一块。这样的话，海昏侯国就诞生了，刘贺就变成了一个列侯。到这里呢，他就有了4重身份。我们刚才说的藩王、皇帝、庶人、列侯。刘贺也是一个没有年号、没有庙号、没有谥号的皇帝。这样的话，刘贺呢就来到了南昌居住。可惜呢，没过几年，也就是到了公元前59年，刘贺就去世了。可能有几个原因吧，一个呢是刘贺一直生活在北方，差不多30多年，来了南方呢有点不习惯。还有一点呢，就是刘贺自从他被废，可以说一直是受到皇帝的监视，在山东是如此，来到了南昌也是如此。那他又不能有什么作为，又不能做什么事情，那基本上就郁郁寡欢了，就是非常郁闷，也很快就去世了。公元前92年出生，到公元前59年去世，差不多就活了33岁、34岁，是英年早逝啊。在博物馆大厅这里还有很多雕刻，都是展示西汉时期那个时候的风貌，有劳动的，有建设的等等。这一块的雕塑展示的不知道是不是刘贺
在视察工地，就是建造他的宫殿，或者是说建造他的陵墓，很有可能是上面是刘贺还有官员，下面就是一些劳动者。在他之前，南昌这一块是没有封国的，他来了之后才是。那么这些宫殿城池肯定是没有建好，他来了之后肯定还是要修建的。这一块展示的是皇帝派出使者来宣传圣旨，我猜想可能是当时汉宣帝派人向刘贺宣旨，把他封为海昏侯，并且呢迁移到南昌来，可能就是这个吧。这里宣完，然后呢刘贺就去了南昌，就有了刚才我们看到的他视察修建宫殿、修建城池的场景，很有可能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宴会的场景。刘贺由于受到皇帝的监视，他来到海昏侯国，基本上是不能去关心什么大事，每天可能就是饮酒作乐。那这里呢，他是招待宾客，或者是说招待朝廷来的那些官员等等。这个博物馆是非常大的，里面有很多文物，等一下我们还能看到那些黄金、那些钱币，还有其他的东西。当时西汉的都城是在长安，南昌距离有点远了，就相当于现在我们去西安有1000多公里呢，所以这个地方非常远了。他们西汉时期那些藩王或者列侯比较重要的都是在这一块北方。你像我们看到的满城汉墓是在河北，还有呢邙荡山有，还有徐州有，所以都是在中心地带。刘邦采用的郡县制和封国制并行嘛，因为当时统治中心一个是中原，一个是关中，那这些地方肯定重要，但是相对来说肯定是没有那么重要的。这个是紫禁城的模型，就是海昏侯国当时的都城，总面积是3.6万平方公里，分为内城和外城，这就是外城。内城相当于就是宫殿，是刘贺居住的地方。然后还可以看到城墙，总的城墙呢是7516米，双重墙体啊，大家看看是不是有点跟长城类似啊？那么刘贺是埋葬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一块，他这个都城应该是坐东朝西的。两种说法，当时呢比较流行坐西朝东或者坐东朝西，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这个海昏国在关中的东边，那么朝西的话，就是刘贺呢可能想回到西安，就跟汉朝早期的陵墓都是坐西朝东，震慑东方的意思。那刘贺去世之后，就埋葬在这个南昌城的外面西南方向。我们看它这个城池当时建造的还挺特别的，水系特别多啊，有山有水，当然这个山是指的丘陵。2000多年前的环境跟现在肯定是有点不一样了。这里还有一些壁画展示，可能就是修建当时的海昏侯国都城的场景。当时也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当然这个财力肯定是汉王朝中央拨下来的款项。这些可能就是生活和建设的场景，前面这些是人们生活，远处呢是可能在建设城池里面的场景，因为有房屋、有街道等等。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刘贺的墓园，它的地宫现在是开放的，我们就能看到内部的构造是什么样子，出土了什么文物，看看和在北方那一块崖壁墓有什么区别。它这一块是东门，它这个墓园同样是有城门有城墙的，前方这个土堆就是那个阙楼遗址，远处那个大的房屋就是地宫所在地。通过航拍的画面，我们看到这里呢有好几处封土堆，它这里呢可以称得上是刘贺的家族墓园，并不是只有刘贺一座墓，因为整个海昏国啊大概是传承了4代，一直是到东汉那个时候才没有了。那刘贺是作为第1代海昏侯，他葬在这里，他夫人葬在这里，他的后代呢也是葬在这里。房子里面的就是刘贺的墓，而旁边这个大的封土堆就是他夫人的。按照旁边的资料介绍，这里呢总共是9座大的封土堆，
这里呢，不光是发现了刘贺的墓，刘贺儿子的墓呢也发现了。来到了房子里面了，海昏藏宝，后面呢就是刘贺的墓室，这就是海昏侯墓的墓道了。它这里只有一条墓道，大概是15米多。它是一座竖式墓穴，甲字形的墓穴。我们通过航拍先来看一看仿造版的这个海昏侯墓。左边是墓道，过来之后呢就墓室。大家看一看，它这个墓室是不是就像一个房子，像我们经常说的几室几厅一样的，里面非常奢华呀。最中间也就是最核心的，肯定是放置棺椁所在地了。你像我们现在仿造的这个地宫里面摆放的东西很多，那就证明当时这座墓发掘出土的时候，里面也是差不多有这么多东西。我们也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墓穴的一些规制啊，它这个是甲字形的，在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这种竖式墓穴啊，就是我们说的封土堆形式，在陕西是很常见的。那么帝王的话就是4条墓道，而级别再低一点的就是2条墓道，而像这种列侯的话就是1条墓道，它都是有明文规定的。你像我们今年上半年在陕西看到秦始皇祖宗秦公1号墓，它那个墓道就比较大，总共是2条很长的墓道。这个汉朝地陵的规制我们就简单说一下，以后呢如果去到陕西那一块，我们看看西汉的地陵，再详细的介绍一下。现在呢我们就准备去这个海昏侯墓真实的地宫那里看一看。这一块就是我们看到的地宫，里面还是挺大的，大家看到没有？是不是很多木头啊？尽管说这些是现在弄的，它也是按照以前复原的。毕竟这座地宫当时发掘的时候是有盗洞，但是呢盗墓贼没有盗成功，可以说这个地宫里面算是完整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很多是木头，那其实以前也是有的，并且呢上面以前是盖住的，就相当于是一座房屋。那只是说现在中间这些为了大家展示，上面就没有盖木头，而两边就盖了。从墓道过来就是地宫了，可以看到第一块呢就是车马库，这一块啊放了很多那个马匹，一些呢是这种向着墓道，一些呢是横着的。那这个在封建社会，特别是汉朝的陵墓是比较常见的。你像我们在看崖壁墓，那在墓道口呢，那里就有2个墓室，左右呢都会放一些马。那么在这里也是一样的，在博物馆这里呢，还弄了这些车马的模型，大家可以看一看。2匹马呀，因为诸侯的身份，它就是2匹。然后这个上面呢是乐器，这个地宫里面其实放了很多有关于乐器的东西，刚好是对称的。可能西汉的墓穴它都是有这种规制，一定会有马匹陪葬，不光是西汉的，包括春秋战国都有啊。在这个地宫里面，可能这些车马陪葬的就是那种陶俑，而在外面还有真正的车马坑，那些呢就是活马，建设好的马车。基本上秦汉以及之前的墓穴都是有的。你像这个就是当时的车马陪葬坑，就在封土旁边。一般它这种车马陪葬坑都是一个长方形，在这里看得比较清楚了，这就是以前的遗址啊。中间呢就是墓室了，它分为东室和西室。东室的话是棺椁所在地，特别是里面呢出土了很多黄金，而那边西室呢是摆放了很多东西啊。就这样说吧，东室和西室就是刘贺在封国里面他的卧室和休息玩乐的地方，就我们说的一般是客厅跟卧室，而两边呢就是他那个都城里面存放东西的，你像那个车马库，还有呢放书的、放武器的，还有厨具库、酒具库，就是放东西的库房一样。这个其实也是遵循了我们经常说的前朝后秦的局面，一边是那个宴会接待办公的地方，一边是休息的地方，我猜想可能就是这样的。我们特别现在看一下西室啊，西室其实可以分为2部分，
这个左边这一块啊，应该是他宴会的地方，而右边呢，那边就是他办公或者是处理政务的地方，或者是学习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还出土了那个一个镜子啊，孔子的画像就在那一块。然后地上呢还有很多黄金，就存放那些黄金的。这个当时就是从墓中出土的，它本身呢是一面镜子，它后面呢还有几幅画像。最上面左边那个人物就是孔子的画像，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孔子画像。大家仔细看看这个孔子的模样是不是比较清瘦，和我们看到历朝历代孔子的画像还是有所区别的。那这个画像的可信度还是比较高，毕竟刘贺那个时期离孔子的时期也不是太远，就是几百年的历史。那么另外几个人的画像是孔子的徒弟。在这个墓中呢，还出土了失传1800年的《论语·知道篇》。我们现在看到的《论语》啊，是鲁论和古论形成的版本，齐论呢到汉魏的时候就失传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震撼的发现。在这里啊，其实可以证明一点，刘贺呢，并不是说像史料记载那么不学无术，其实他还是比较喜欢读书、喜欢学习的，要不然不会在墓中放这些东西。那么当时是怎么确定刘贺的身份呢？是在发掘的时候发现一枚印章，上面写了刘贺，就是这枚玉印，玉上面就刻了刘贺2个字，玉印加上历史资料记载，包括一些考证，最终呢确定就是第1代海昏侯刘贺的墓种。我们看到在西市和东市之间那里有个盗洞啊，这就是盗墓贼当时打的盗洞，刚好呢在墓室的正中央。按照西汉时期的那个墓室规制，在墓室正中央刚好呢就是棺椁所在地。如果当时棺椁在那里啊，盗墓贼一定是能够打通棺椁的，就能够发现里面呢是有很多文物。结果呢，这种墓有点不一样，它的棺椁啊不在这个地方，是在墓室的东边。这样的话，盗墓贼以为这个墓室里面已经被盗了，没有什么东西，就走了。幸好是这样啊，要不然如果放在中间的话，盗墓贼就知道，那这座墓肯定就没法保存这么完好了。那关于这个棺椁在东边有2个说法。第一呢，就是按照一些资料记载，这个南昌啊，在古代发生过地震，那么里面呢有所倒塌，并且呢鄱阳湖的水灌进来了，那么地宫呢就也有水，棺椁呢就漂移到东边去了，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这个墓室本身就是这么建造的，它的棺椁就放在东边。后面在考古发掘的时候，棺椁里面呢发现了很多东西，像黄金还有玉器。不光是黄金呢，当时在地宫里面，专家呢还发现一座山，钱山，差不多2米，这就是当时墓中出土的五铢钱，非常多啊，大概是10吨，堆积的高度将近2米，真的是一座钱山呢。这个应该是迄今为止在古墓里面发现最多钱币的。当时这些五铢钱经过考证确定大概是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的，所以呢，这也为刘贺的身份确定增加了一个证据。那么这个五铢钱总共大概是将近300万枚，反正如果叫我们去数，肯定是数不出来了，太多太多的。当时呢，全部是用绳子串起来的，不过呢，经过差不多2000多年，这个绳子肯定是腐烂了。我们现在这一块呢，还弄了一些绳子串的，可能是后面弄上去的。这个真的可以说是奢华无比，富得流油啊！基本上把他生前所有拥有的钱财，可能都放到地宫里面了。因为在汉朝那个时候讲究厚葬，这个墓中不光是出土了差不多10吨的钱币，还出土了很多黄金。有一些黄金呢是在棺椁里面，还有一些在地宫其他位置。
总共是出土了黄金478件，并且呢纯度高达99%。现在很多黄金估计也没有这么高的纯度。其中的金饼385枚，马蹄金17枚，还出土了20块金板。这个是汉墓中首次发现金板，在以前其他的墓也出现过金板，但是基本上都是1到2块，而这里呢是20块，估计呢也是迄今唯一的，太多了。并且呢能够放金板，它的身份不一样，一般都是诸侯王跟帝王之类的。这个地宫里面出土的黄金总共有120公斤以上，也就是240多斤。那么作为一个列侯，他地宫里面为什么会放这么多金银呢？有些可能还是渔业的，跟他身份不符合的。这估计应该是当时汉宣帝允许的，因为他这个作为列侯去世了，肯定要上报朝廷。那么汉宣帝得到消息之后，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呢，毕竟也是跟我有亲戚关系，然后呢他以前是当过皇帝，如果他没有被废，可能刘询就想着我当不上皇上，所以呢他既然现在去世了，就给他一些补偿嘛，就在地宫里面多放一些金银。还有一种说法是，这地宫里面的黄金呢，有一部分是汉武帝赏赐给他父亲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马蹄金。这个是当时汉武帝为了纪念天监祥瑞而打造的。那么这些呢，很有可能是他父亲留下给他的遗产，那么就被他一起带进地宫里面了。毕竟当时他被废之后变为庶人，那也是软禁在他以前昌邑国那里的，本身属于他的东西肯定也没有人去要了。反正这个地宫里面当时文物呢是非常多，按照考证总共地宫里面出土的文物可能达到上万件，这个金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他的卧室外面呢就是回廊，也都是一个一个库的。你看那边是放乐器的乐器库，这边还有粮库，还有钱库放钱币的，旁边还有放酒的。在汉代讲究厚葬，他生前什么地位享受什么东西，那么死后呢同样想拥有，所以才说他这个地宫就像一座房子，一座宫殿嘛。一个列侯的地宫都这么豪华，那么汉朝那些帝王陵地宫里面就更不得了了。这些都是海昏侯墓里面出土的一些文物，真的是非常精美呀。在2000多年，地宫里面终于重见天日了。其实也可以说2000多年这个建造工艺都比较先进了。像这个东西就比较特别，它是酿酒的蒸馏器，在那个时期就有了。你说现在按人工去造，还不一定造得出来呢。通过历史资料，包括这些文物的展示，可以知道这个海昏侯国是一个文化绽放异彩的侯国，视死如生。尽管时间已经过去2000多年了，但是这个大汉风却是传承了上千年。看到这个海昏侯墓，也能够让我们看到2000多年前大汉的盛世。这个地宫里面文物太多了，我们就挑了几个介绍，主要也就是说了一下钱币和黄金。那这个地下宫殿以及海昏侯的故事，我们就看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